用微光照亮夜晚，用温暖温润心灵。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微光夜读。我是江城经纪人，和他地下恋情的第5年，他在演唱会上和现在最火的小花求了婚。在台下粉丝的欢呼和尖叫里，江城颤抖着手将钻戒套在了小花的无名指上。同时，我接到公司的电话：宣林，你被解雇了。我冷笑一声，打电话回家：爸，我答应回来继承家业。江城，你给我等着。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江城的演唱会现场，一首情歌唱完，江城站在舞台上，拿着话筒开口：刚才这首歌是送给一个对我很重要的人的。听到江城这句话，坐在看台区的我嘴角不自觉微微扬起。他终于要公开和我的恋情了。我和江城在一起5年，为了不影响他的事业，我们一直是地下恋情。我陪着他在娱乐圈闯荡，从22岁到27岁。江城无数次的承诺我，等他站得够高，就会找机会和我公开。今天在这里，我要做一件任性的事，我想和我喜欢的人求婚。江城的脸投射在大屏幕，他脸上写满了期待和幸福。台下的粉丝纷纷发出尖叫，我忽然有些紧张，手心开始出汗。他要和我求婚，为了给江城一个惊喜，我并没有告诉他我今天会来演唱会。没想到他也给我准备了惊喜。我有一个很喜欢的女孩，她陪着我度过了我人生的低谷，也陪着我见证了我走向巅峰。以前的我觉得自己配不上她，但现在我觉得是我表达心意的时候了。江城面带笑容，缓缓向前走。我站起身来，准备站到一个显眼一点的地方，好让江城看到我。可江城却朝着 VIP 区一个戴着口罩的女孩伸出了手：思月，你愿意上台来吗？我如同被浇了一盆冷水，愣在了原地。那女孩是秦思月，她是上一部戏和江城合作的女1号，也是目前最火的流量小花。我不敢置信地看着大屏幕，摄像机正对着秦思月。她摘下口罩，娇艳的脸上泛起红晕。她眨了眨眼，将手搭在江城的手心。江城一把将她拉上舞台，伴随着江城带着秦思月走到舞台中央。台下欢呼声和尖叫声不断。思月，你愿意嫁给我吗？江城一脸深情地从口袋里拿出了一枚钻戒。秦思月捂着嘴，眼中含泪，然后缓缓点了点头。我怔怔地看着江城，颤抖着手把钻戒套在了秦思月的无名指上。摄像机给了钻戒一个特写，这枚钻戒是我和江城一起逛街的时候看到过的。当时我一眼看中了这枚戒指，有些暗示性地问江城好不好看。江城只是匆匆扫了一眼，就有些不耐烦地说：宣林，现在还没到时候，你不要给我压力好吗？闻言，我心中苦涩弥漫，咬了咬嘴唇，一言不发地离开了。江城知道说错了话，追上我和我道歉。第2天还给我送了一个精致的小盒子，只可惜打开之后是一对耳钉。到此刻我才明白，原来在他心里我根本不配这戒指，原来他根本就没想过要和我公开。你好，你能让一让吗？挡着我们了。有女孩子拍了拍我的后背对我道。我这才发现我挡在了他们的座位前，抱歉。我赶紧道歉，可刚开口就觉得鼻头一阵酸涩，眼泪控制不住地掉了下来。啊，你都被感动哭了，确实很感人。江城和秦思月确实也挺般配的。女孩见我掉眼泪，还以为我是被感动了，我也没有解释，只是慌乱地点点头，然后快步逃离了演唱会现场。逃到会场外时，我的手机响了，
宣林，你被解雇了，不是公司的意思，是江城的意思。电话里，我的领导说，随便吧。我闭了闭眼睛，挂了他的电话，打开微博。井号江城演唱会现场求婚秦思悦，词条直接爆了。紧随其后的还有井号江城秦思悦般配，井号江城秦思悦因戏生情。难道我和江城的5年比不过他和秦思悦这短短一部戏吗？我有些自嘲地笑了。回到家，我坐在沙发上，静静地等着江城回来，想最后问一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没过多久，敲门声传来，我开门，发现是江城请的搬家公司，我们来搬江先生的东西。这一刻，我的心彻底沉了下去。江城并不打算给我一个解释，甚至连面对面说分手都没有，就要直接搬出去。我打开微信给他发消息，不出意外的已经被他拉黑，电话号码也打不通了。江城真的就这么轻易的把我抛弃了。搬家公司很快拿走了江城所有的东西，又剩我一个人坐在客厅。空荡荡的客厅里，茶几上还摆着我和江城3年前在游乐园的合照。照片上，江城一只手搂着我的腰，一只手拿着手机自拍。我在他边上比了个耶，笑的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那时候江城还没火，出门都不用戴口罩和墨镜。那时候我们没什么钱，全靠我兼职写小说和江城当模特赚生活费。可是那时候我们真的很开心。我和江城的认识是个意外。我和爸妈吵架，离家出走，打算自己独立闯荡。遇见了被无良导演欠薪的江城，他没钱吃饭，蹲在路边啃馒头，被突然出现的混混一顿暴打。我碰巧路过，一阵热血涌上心头，拿着旧手机冲了上去，告诉混混们我已经报警了，劝他们不要轻举妄动。混混们被我吓跑了。江城一边擦着脸上的血，一边向我道谢。和他聊起来，我才知道那帮混混是欠他工资的导演找来教训他的。我可能没有大红大紫的命吧，只能一辈子跑龙套。江城垂头丧气道。我犹豫片刻，对他道：江城，只要你坚持，一定可以成功的。我来当你的经纪人吧。真的吗？他立刻抬头看着我，眼神湿漉漉的，像只小狗，猛地击中了我的心脏。真的，我点点头。后来，我和江城恋爱了。此后的5年里，我不停地在外奔波，替江城到处投简历，安排试镜，和投资方喝酒喝到胃出血进医院，才帮他拿到了让他一举成名的剧本。宣林，能遇见你真是太好了。当时他在病床前握着我的手对我说，我没想过这样的感情也能被轻易背叛。我窝在沙发上，又一次打开了微博。娱乐号已经放出了演唱会后的采访视频，江城和秦思悦十指紧扣，两人看上去真是一对金童玉女。有记者提问，江城先生，之前一直有传闻你的女友是你的经纪人，现在这算是用实际行动辟谣了吗？江城露出一个微笑，我和我的经纪人是单纯的工作关系，那些传闻都是假的，我爱的是思悦。说着，他抬起了和秦思悦十指紧扣的手，示意大家看，能遇见思悦是我这辈子最美好的事。他深情款款地对着镜头道。江城和秦思悦一起拍戏的时候，我不是没有察觉到不对劲，但那时候我工作忙，没办法全程跟组，只能安排了助理照顾江城的日常生活。江城进组之后，和我的联系频率明显地少了，好几次我打电话过去，江城都是匆匆说了几句话，就说自己要去补拍镜头，下次再聊。随后
狗仔就爆出了江澄和秦思悦在剧组咬耳朵的照片，配文：江澄秦思悦疑似恋情。我有些心慌，提前忙完工作去探班，还特意给江澄带了我亲手煲的汤，可提着2个保温桶，刚走到片场，我就看见江澄凑在秦思悦耳边说话。秦思悦笑得开心，还回头娇嗔地打了一下江澄。江澄伸手揉了揉他的头发，两人看上去十分亲密。江澄，我走到他们2人面前，你怎么来了？看见我？江澄的表情有些僵硬，他站起身来，拉开了和秦思悦的距离。我面色平静地递出手上的保温桶，来探班，顺便给你带了汤。江澄还没有说话，旁边的秦思悦笑眯眯地开口：江澄，你的经纪人对你真好，我有点想喝汤，能分给我吗？我抿了抿唇，正想着怎么拒绝，江澄接过了我手里的保温桶，转头对秦思悦说：当然可以，我去盛给你。然后对我说：谢谢林姐，没事，你就先回去吧，有小王照顾我就行。谢谢江澄哥，也谢谢林姐。秦思悦弯了弯嘴角，看着我的眼中飞快地闪过一抹得意。女人的直觉告诉我，秦思悦在向我示威，可为了江澄，我只能忍。这天之后，我和江澄冷战了1个月，直到他杀青才来找我道歉。秦思悦不知道我们的关系，我怕表现得太亲密会被发现。琳琳，你别乱吃醋，我不喜欢他，我只喜欢你，你知道的。我很好哄，几句甜言蜜语，我就原谅了江澄。我知道他有难处，所以我不想为难他。可我的懂事和不计较，不是他欺骗和利用我的理由。网上的评论，除了祝福江澄和秦思悦，也有少数人问我和江澄怎么了的。因为公司已经发布了声明，江澄的经纪人宣林即日起离开星动传媒。前有江澄求婚，后有我离职，怎么看都感觉其中必有联系。可在秦思悦和江澄的公关之下，这件事几乎没有翻出任何水花，他们轻松地抹去了我的存在。我收到了前同事丽丽的消息，你怎么离职了？被解雇了？江澄的意思，我回复道，肯定是因为秦思悦，听说她是隔壁龙行传媒老总的私生女。丽丽爆出一个惊天秘密。哦，我说江澄怎么说翻脸就翻脸呢？原来是攀上高枝了。第2天，我回公司拿个人物品，抱着箱子出来的时候，撞见了秦思悦。她走到我面前，挡住了我的路。这不是林姐吗？离职了？我没有抬眼。秦小姐，麻烦让一下。可秦思悦不仅没让开，还伸手推了我一下。我早就看你不顺眼了，是江澄的经纪人，有什么了不起？现在还不是得滚蛋了？我被他推得一个踉跄，识趣点，不然我让你在这个圈子里再也混不下去。他瞪着眼睛威胁道，姣好的面容有些扭曲。我放下东西，刚准备说话，秦思悦却忽然一改刚才的嚣张，川剧变脸般的露出一副委屈的表情。宣林，你在干什么？我下意识回过头，对上了江澄怒气冲冲的脸。他觉得我欺负了秦思悦，脸色阴沉地推开我，挡在了秦思悦面前。你有什么事冲我来？别欺负思悦。江澄，认识你5年，我都没发现你是个人渣。我是真的瞎。我扯了扯嘴角，露出一个嘲讽的笑。不过，希望你别后悔。听了我的话。江澄沉默片刻，随即拉起了秦思悦的手。我不会后悔。思悦，别和他一般见识，我们走吧。秦思悦乖巧地点点头，转身时还不忘丢给我一个不屑的白眼。我抱着箱子走出大楼，站在楼下看着人来人往的马路，深吸了一口气。不行，坚决不受窝囊气了。
我拿出手机拨打了那个我5年没有联系过的电话号码。爸，我答应回来继承家业。很快，我爸身边的李秘书开车来接我。大小姐，好久不见。李秘书替我打开车门。您终于想通了，沈总别提多高兴了。我扁了扁嘴，坐上车。1周后，星动传媒空降了新的总经理。把所有人都给我喊过来开会。我坐在总经理办公室，对旁边的秘书说：“怎么说呢？挺突然的。”回家之后，我才知道星动传媒是沈氏集团下属的一个小公司。我在这干了3年，竟然是在给自己家打工。算着，差不多人都该到齐了。我拿着文件往会议室走，江城和我迎面撞上。宣林，你怎么还没走？你这样纠缠我有什么意思？他眼中划过一抹不耐烦，皱着眉开口：“我纠缠你？”我挑了挑眉：“你未免太看得起自己了。”说话间，我和他一起走到了会议室门口。你已经被开了，还来会议室干什么？江城见我要开门，眉头皱得更紧。就算新来了总经理，你也不可能再回来。给自己留点体面吧。我看着眼前这个让我感觉十分陌生的人，冷笑一声：“我劝你给自己留点体面吧。”然后伸手直接推开了会议室的门，在江城震惊的目光里坐到了总经理的椅子上。“宣林，你疯了！”他不可置信地喊道。我没有再理他，而是站起来对着会议室的其他人开口：“大家好。我是沈宣林，今天起担任星动传媒总经理一职。”“沈总好。”除了江城，其他人齐声道。江城的脸色惨白，似乎是没想到我就是新来的总经理。“进来坐吧。”江城站在门口，是要我来请你吗？我冷冷地瞥了他一眼，他如梦初醒般回过神来：“抱歉，沈总。”然后低着头走进会议室，坐在了最后一排。会议结束后，丽丽凑到我身边：“宣林，你深藏不露啊，被开了还能空降回来。”我冲她神秘一笑：“那可不，没想到吧？我也是有后台的人。”丽丽捂着嘴，幸灾乐祸道：“这下子忘恩负义的江城踢到铁板了。”对，江城踢到铁板了。他以为随随便便就可以攀上高枝甩了我，却没想到我还能回来。而且我既然能带出他，就能带出别人。他在公司的地位保不住了。我安排助理从今年新进来的小鲜肉里选了一个外形条件和演技都比江城优越的，然后把江城现在所有的资源都转给新人。助理行动力很强，没过2天就挑了一个男孩带到我面前，应该是刚从训练室过来。男孩身上还穿着运动服，一头灰色微卷的短发，额前碎发遮住了眉毛，却没遮住那双好看的桃花眼，尤其是眼角下一颗泪痣，更显几分独特。“宣林姐。”男孩看到我有些惊讶地开口：“我听说你离职了。没想到还有机会见到你。”我挑了挑眉，上下打量了他。这个人我认识的，季潇宁，选秀上来的。他之前有在公司拦住我，说想做我的艺人，但是因为那时候我只带江城一个人，就婉拒了他。从今天起，我会培养你。我淡淡开口，之前所有江城的资源，现在都是你的了。季潇宁微微一愣，随即露出笑容：“好的，宣林姐，我都听你的。这孩子还挺乖的。”我想，1周后，江城气急败坏地敲响了我办公室的门。“你是要雪藏我吗？”他眼睛有点红，冷着一张脸问道。看来是终于发现了自己电视剧综艺和商务邀约都没了的事情。我一边把玩着手里的钢笔，一边说：“倒不是雪藏，我只是把我给过你的东西都拿回来了而已。”江城抿了抿唇，
不得不向我低头。轩林，你这是在报复我吗？我可以解释，是秦思月他勾引我。我嗤笑一声，站起来走到他面前，敢做不敢当。你还算个男人吗？你也没什么好解释的。至于资源，我以前可以拼命为你争取，现在自然可以收走。你以为我是任你拿捏的软柿子，但很可惜，你看走眼了。你不能这样对我。江城垂在两侧的双手握紧。轩林，我知道错了，你再给我个机会行吗？正在这时，我办公室的门被人敲响，随后一个灰毛脑袋探了进来。轩林姐，我找你有点事。是季霄宁。进来吧。我无视了仍然站在一旁的江城，朝着季霄宁招了招手。季霄宁立刻小狗一样跑到我身边。我通过了离岛的试镜，下个月就可以进组了，一副求夸夸的样子。我没忍住，伸手揉了揉他蓬松的头发。真棒，等我有空去探班，给你带好吃的。季霄宁点点头，这才把目光转向站在一边脸色苍白的江城。江城哥也在这呀。轩林，他就是你找来代替我的吗？江城盯着季霄宁，眼里似乎要喷出火来。我嘴角勾起一抹嘲讽的笑，别太把自己当回事。季霄宁比你要优秀得多。见我和江城之间氛围紧张，季霄宁茶里茶气地冒出了一句：姐姐别生气。江城哥怎么这么大火气？不像我，我只会心疼姐姐。我没忍住，扑哧一声笑了出来。江城的脸色瞬间黑如锅底，他恨恨地瞪了季霄宁一眼，对我说：我要解约。我早等着他这句话了。解约当然可以，违约金按照合同来。江城年初刚续签的合同，违约金5000万。好。他咬了咬牙应下，转身要离开。他拉开门刚准备走，我开口：江城。江城回过头，看着我的眼神带着一丝期待。你改变主意了吗？我微笑。麻烦把门带上，我和季霄宁还有话要说。江城气得摔门而去。没过多久，龙行的人联系了我，表示只要我们愿意和江城解约，龙行愿意出违约金。不用想也知道是秦思月帮忙的。江城官宣和星动传媒解约时，又上了一次热搜。他的微博发了和我对话的录音，只截了对他有利的部分。这些资源我可以给你，自然可以收走。解约当然可以，违约金按照合同来。配文：终于离开了，未来一片光明。一时间全网震惊，江城的评论区全是来安慰他的粉丝，心疼哥哥。天哪，资本太黑暗了，抵制星动传媒，维护江城哥哥合法权益。不得不说，江城真的挺会的。来找我的时候开了录音，转头就煽动粉丝替他出头。在江城粉丝疯狂攻击星动传媒评论区的时候，秦思月转发了江城的微博，表示欢迎江城加入龙行，我们永远向你敞开大门。好一波公关手段！有江城的粉丝听出了我的声音，在评论区问：录音里听起来像轩林姐的声音啊，她不是已经离职了吗？江城回复了这条评论：嘘，得罪不起有后台的人。这句话让人无限遐想，有狂热粉丝索性直接开始人肉我，想看看我有什么后台能逼走江城。网络上铺天盖地的谩骂，甚至还有人寄刀片来公司威胁我。轩林姐，你还好吗？季霄宁端着一杯养生茶跑来我办公室，喝点养生茶，别喝咖啡了。他脸上满是担忧的神色，像是在担心我被网络上的恶意伤害。我没事。我关掉网页站起来，放心吧，江城他们会被自己的谎言反噬。季霄宁本身就有粉丝基础，
近期的几个商务活动造型让他频频出圈，也小火了一把。江城那边买了水军，开始疯狂拉踩纪晓宁，内涵他卖身上位挤走江城。江城也在回复粉丝评论时阴阳怪气，内涵我抢走他的资源给了纪晓宁，我让法务部给所有造谣的账号挨个发了律师函，准备起诉。1天之内，那些账号就纷纷删掉了不实内容，发布道歉声明。晚上下班的时候，我爸让我今晚回家吃个饭，他开车来接我下班。结果一顿饭还没吃完，我的电话就响了。轩林姐，你快看微博，电话是纪晓宁打来的，他语气十分焦急。我挂了电话，发现手机里还有丽丽发来的信息，出事了，出事了，你赶紧去看看热搜。我一打开微博，哦豁，我竟然热议了，井号轩林后台，热度还在不断攀升。是江城那边的粉丝拍的图，跟踪我拍到了我上豪车的照片，不仅拍到了我，还拍到了我爸。配文：来看看给轩林开车的是不是苍北城首富的沈董？后台太硬，怪不得能欺负我们哥哥。话里话外的意思都是我被苍北城首富的沈氏集团董事长包养了。我拿出已经很久不用的认证微博号，转发了那张照片，回复那是我爸。一时之间，江城的粉丝还有看戏的网友纷纷留言：你爸，我看是金主爸爸吧，人家姓沈你姓轩，哪里的远房爸爸呀？包月多少钱啊？真不要脸，是个 daddy 是吧？秦思月竟然还给这条评论点了个赞，随即取消，然后回复了一句：不好意思，手滑了。我的脸色瞬间沉了下来。琳琳，怎么了？我爸见我吃饭吃到一半，开始猛猛玩手机，皱了皱眉。我问他：爸，我被造谣了，介意我开个直播吗？然后打开了直播。Hello， 大家好，我正在家里吃饭，突然发现自己上热搜了。既然大家这么好奇我的事情，那就带你们看看我爸妈好了。我把镜头对准了我爸妈，这位男士是我爸，沈氏集团董事长沈明远；这位女士是我妈，董事长夫人轩女士。我爸妈朝镜头挥了挥手，算是打招呼。然后我把镜头翻转对着我自己，我是沈轩林，沈明远的沈，之前以轩林的名字工作，是为了独立在外打拼。不过现在回家继承家业了，今晚偷拍造谣，我的朋友们有难喽，等着我的律师函吧。弹幕一开始还是嘲讽，等我说完话，已经是清一色的66666，这还真是他亲爸。轩林姐，你是我唯一的姐，牛逼！这就是不努力就得回家继承家业吗？小说照进现实，跟踪偷拍还造谣，真的没素质。姐姐别生气，等直播结束，网络风向已经完全逆转了。沈轩林还要什么后台？他自己就是后台呀。所以江城到底怎么把沈家大小姐得罪了？在线等。真的很好奇，秦思月还假装手滑点赞内涵人家，这下好了，哈哈哈哈哈！看他怎么办。相比于江城的装不知道，秦思月明显慌了，他连夜发了道歉声明，说是小助理用他的号冲浪吃瓜，不小心手滑点错了，已经严肃处理了小助理。我爸打电话给了龙行传媒的秦总。秦总知道了秦思月这波操作之后，在电话里华跪道歉。虽然星动和龙行是竞争对手，但秦总怎么也没想到，星动背后是他们压根得罪不起的沈氏集团。第二天，秦总拽着秦思月登门道歉，秦思月眼睛红肿，明显刚哭过。他站在我爸面前，梨花带雨：“沈总。”是思月不懂事，做错了事，对不起。我爸手一摊，你还是和我女儿道歉吧。
秦思月走到正坐在一边玩手机的我面前，声音小得像蚊子叫：“沈小姐，对不起。”我抬起头：“你说什么？我没听见。”他咬了咬嘴唇，忍住了怒气，深吸一口气之后垂下头：“沈小姐，我不应该点赞那个评论，对不起。”秦思月虽然心不甘情不愿，但还是被迫低了头。我笑了：“既然你和我道歉了，那我给你听个东西吧。”我打开语音备忘录，播放了那天和江澄的对话。轩林，你这是在报复我吗？我可以解释，是秦思月他勾引我，你不能这样对我。轩林，我知道错了，你再给我个机会行吗？秦思月瞪大了眼睛，怎么可能？明明是江澄主动向我示好的，他说你只是他的经纪人，说是你单方面喜欢他。秦小姐，江澄和我在一起5年，不愿意公开，追到你之后立刻求婚，在知道我空降成总经理后又来求和，什么人品不用我多说了。我关掉录音，对秦思月说：“你对我的敌意大部分来自于江澄，之前发生的事我也无意和你计较，但是我要收拾江澄，请你别再插手。”秦思月备受打击，半天没有说得出话。他沉默了许久，终于抬起头对我说：“江澄的事我不会再管了，之前的事对不起。”秦思月走后，我整理了一下我和江澄的过往。我把这5年里我们翻不到头的聊天记录，互相赠送的礼物，我为他拼命争取的资源，替他公关的黑料，一桩桩一件件都列了出来，然后发了一条微博：明晚7点，直播间讲讲我和江澄的过往，欢迎来看。评论区很快挤满了人。姐姐要开撕了吗？什么过往？有钱了不起吗？不要乱给我们江澄泼脏水。好家伙，这姐真是个狠人，前排搬小板凳坐等，蹭热度吧。有本事放实锤，不然就是造谣。实锤！我嘲讽地翻着评论区，看江澄的粉丝乱跳。等着，明天我给你们看雷神之锤。第2天，江澄给我打了很多电话，我一个都没接。他直接来公司要见我，却被前台拦在了大厦外面。前台给我打电话，问我要不要放人进来。我思索片刻，放进来吧，让他在会议室等我。在会议室见到江澄的时候，我有些惊讶，他头发乱糟糟的，下巴上也有了青色的胡茬，整个人看起来不修边幅。你和思月说了什么？他要和我解除婚约了。江澄坐在沙发上，眸光暗淡。我没有回答。他紧接着说：“今晚的直播，你能不能别播？我们真的要走到这个地步吗？”我眼底闪过一抹轻蔑。你自己做的事，还怕我说什么吗？走到这一步是你的选择。江澄瞳孔微缩，脸上露出了后悔的神色。轩林，你是在乎我的吧？不然你怎么会去破坏我和秦思月的关系呢？如果我回到你身边，我们还能重新开始吗？我仿佛听到了最好笑的笑话。我不爱你了，江澄。或许我爱的从来就不是真正的你。江澄眼底划过了一丝绝望，他知道我不可能松口了。没别的事的话，我先走了。我站起来往门口走去。江澄突然在我身后开口，他的声音充满了歇斯底里：“沈轩林，如果不是你对我隐瞒身份，我又何必去找秦思月？你对我都是假的，凭什么要求我对你真心？都到了这个地步，还不忘了甩锅给我？这就是我喜欢了5年的人吗？”我自嘲地笑了笑：“随你怎么想吧。”晚上7点，我准时开了直播，从我和江澄的初见，讲到了演唱会的求婚，还有我被解雇之后空降回星动的事。姐姐被渣男骗了5年，心疼。网友的乳腺也是乳腺，还好最后是爽文，不然我要气死了。
要是沈轩林没背景，那故事就会结束在被解雇了。江城真是个垃圾。姐姐读美搞事业，直播结束的时候，我说：“恭喜昨天要实锤的粉丝，你们求锤的锤，所有证据我都已经放在微博里。”同时，龙行官博发布声明，将和江城解除合作关系。秦思月则是发了个把江城送的钻戒扔进垃圾桶的视频，墙倒众人推。之前被江城打压过或者有过摩擦的艺人，也纷纷站了出来爆江城的料。江城的性格不算好，我当他经纪人的时候，没少帮他解决问题，耍大牌、欺负新人、不听从剧组安排，这些毛病他都有。可每次他都是一副受了委屈的样子，求我帮帮他，我没办法拒绝，除了给钱，我又是道歉，又是陪着吃饭喝酒，才勉强能把事情压下去。现在这些事统统爆了出来，江城的演艺生涯也走到了尽头。江城的大粉连夜宣布脱粉，网络上铺天盖地的谩骂，让江城也感受了一次被网暴的感觉。3天后，江城发了一条微博宣布退圈。江城退圈这天，纪晓宁的电影杀青了，他跑到我的办公室说要请我吃饭，问我晚上愿不愿意赏光。姐姐，可以吗？他一张无辜的脸上写满了期待。当然，我没忍住揉了一下纪晓宁的头发。走吧。一直到走出公司，纪晓宁都像个快乐小狗，在我耳边讲他在剧组里的故事。站在斑马线等红绿灯的时候，他忽然扁了扁嘴：“姐姐，我是不是话太多了？”我微微一愣，还没来得及回答，纪晓宁的脸色忽然变了。他瞪大眼睛的同时，我看见一辆车闯了红灯，冲着我们撞过来。姐姐小心！纪晓宁一把将我拽了过去，护着我滚到了路边。那辆车直直地撞向了路边的护栏，又连着撞到了好几辆车才停下来。我惊魂未定地看着纪晓宁，他脸色苍白，整个人都护在我的上方。在场的群众已经报了警。我和纪晓宁走到了那辆车侧面，看见了已经昏迷的车主，是江城。我倒吸一口凉气，他这是想和我同归于尽。警察和救护车前后脚赶到，江城被送去医院抢救。我和纪晓宁做受害人和警方去做了笔录。做完笔录回家的路上，我问纪晓宁：“你刚才为什么拼命护着我？”他眨了眨眼，眸中似有细碎的光。因为姐姐也救过我。纪晓宁说，2年前我去节目后台探班江城时，曾经救过被霸凌的他。当时是寒冬，他被浇了冰水之后关在杂物间。我路过时听见了杂物间微弱的声响，叫来了工作人员开门，才救出了差点被冻死的他。确实有这么回事，但我当时走得匆忙，根本没看我救的那个男生是谁。那天起我就想做姐姐手底下的艺人，所以我努力进了星动传媒，鼓起勇气拦住你，问你能不能带我，可惜被拒绝了。纪晓宁挠了挠头，我没想到曾经的举手之劳能被纪晓宁记到现在，谢谢你。我低下头，嘴角忍不住上扬。纪晓宁一直把我送到家门口，刚准备离开的时候，我爸妈开车来了。琳琳，你没事吧？我们看了新闻就赶过来了。我妈下了车直奔我，拉着我左看看右看看。我没事，多亏纪晓宁救了我。我抱了抱我妈，对她说：“谢谢你啊，好孩子。”我妈握着纪晓宁的手不住的感谢。忽然，她一拍脑袋对我爸说：“哎，老沈，这是纪家的小孩吧？”我爸愣了一下，看着是啊，和他爸年轻时还挺像的。纪晓宁也是一愣，叔叔阿姨认识我。我妈说：“你小时候我还抱过你呢。”
后来你们家不是搬去昌台城了，怎么回来了呀？季霄宁脸色微红。我偷偷出来闯荡的。我脑子里3个问号，你们3个谜语人在说什么？经过我爸妈的解释，我才知道，原来季霄宁是我爸老朋友的儿子，昌台城季家的小少爷。他和我一样，离家出走跑出来，只是为了向家里证明自己和实现梦想。小季，以后常来家里玩啊。季霄宁临走的时候，我爸妈还热情地挥着手说道：“一定一定。”季霄宁连耳朵都红了。江城开车撞我的事，网上已经传遍了，甚至还有路人拍的视频。什么是白眼狼？这是真正的白眼狼，他真的活该，自作孽不可活，太恶毒了吧！沈轩林遇见江城，真是倒了8辈子霉。而视频里的季霄宁不顾危险救我的行为圈了一大批粉。宁宝也太帅了，安利唱跳演技俱佳，季霄宁入股不亏。季霄宁他真的我哭死。经过1夜的抢救，江城脱离了生命危险，但是因为车撞击时变形卡住了腿，他的右腿伤势过重，不得不截肢了。而且就算他出院之后，也要面临涉嫌故意杀人的牢狱之灾，真的是自作孽不可活。江城拜托医院和警察都联系过我，想和我见一面，我果断拒绝了。我请了最好的律师出面，不为别的，就为了让他牢底坐穿。很快，江城的判决就下来了，有期徒刑20年。一切都尘埃落定之后，季霄宁和我表白了：“姐姐，从我第一眼见到你，我就喜欢你了，你能不能给我个机会？”他墨色的眸子里流动着星光，眼角的泪痣勾人心魄。我眨了眨眼，嘴角带着狡黠的笑：“那就要看你表现了，美好的未来才刚刚开始。”故事完，接下来是我们本期第2个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男友劈腿富2代，我怒气冲冲地找到狗男女，想理论一番。见到小三本人后，我乐了，这哪是富2代，这分明是我爸的新女友。昨天还在跟我爸要零花钱，我一边微笑祝福，一边拨通了财务的电话，停掉我爸的卡。相恋1年的男友齐哲在朋友圈发了和别的女生的吻照，我气得打电话过去质问，结果对方却轻飘飘地来了一句：“看到了正好，早就想把你甩了。”我还没来得及骂他，电话那头又传来一个娇滴滴的声音：“麻烦你以后不要联系我男朋友了好吗？”接着电话就被挂断了。再打过去的时候，发现已经被拉进了黑名单。我看着手机，差点被气笑了。跟齐哲的朋友打听了之后，才知道原来他是跟一个喜欢他的同班女生好上了。据说这女生被齐哲拒绝了好几次，直到前几天，女生开着豪车来学校，齐哲这才发现对方是个富2代，然后立马就跟他搞在了一起。你可不知道，齐哲开着那车拍了几10张自拍发到我们室友群里，也不嫌丢人。我看着齐哲室友发来的照片，差点笑出声。几10万的车也能叫豪车？我家保姆看了都得摇摇头，就这就能把他迷得团团转。劈腿出卖色相，齐哲和我同校，是传媒系的学生，长得挺帅。当时就是冲着颜值才接受了他的表白，没想到居然是个拜金渣男，我居然被这种垃圾给绿了。看着照片里亲密的2个人，我决心一定要给他们个教训。第2天下午，我就带着借来的大喇叭蹲守在齐哲回宿舍的必经之路上，果然在宿舍门口抓到了他，还有那个跟他手牵手的小三。当我冲上去看清小三的脸后，我愣了，这不是我爸的新女友吗？我赶紧打开手机，翻出我爸的朋友圈，对比了一下照片，
确认就是他没错。我直呼好家伙，我跟我爸同时被绿，早就跟他说过不要找这么年轻的女朋友，可他愣是不听。怪不得我爸昨天让我把他的银行卡额度提一提，他新交的女朋友老是跟他要礼物和零花钱，原来是交女友拿着他的钱在学校装富。林夏，你想干什么？齐哲一脸防备地挡住了我的视线，然后盯着我手里的大喇叭。都是我的错，不关梦梦的事。你有什么事冲着我来？不是，我还没说什么呢，怎么就互上了？还梦梦，叫大名萧梦，是糊嘴吗？我默默翻了个白眼，然后脸上扬起一个和善的笑。说什么呢？咱们不是好聚好散吗？我找你是干嘛？我是来祝福你们俩的。齐哲半信半疑地问我：真的假的？我立刻点头：真的真的。为了表示诚意，我晚上请你们去明月居吃饭。明月居是学校附近的一个高档餐厅，平常学生根本消费不起。按照齐哲拜金的尿性，肯定不会拒绝。而萧梦既然说自己是富二代，又怎么会容忍自己的男朋友吃前任的饭呢？果然，听到齐哲一口答应下来之后，萧梦目光鄙夷地打量了一下我，语气很是不屑：就你这穷酸样，别为了找面子把自己1个月生活费给搭进去了，到时候又来纠缠我们家齐哲，还是本小姐请客吧。笑死，谁家富二代会这么说话呀？也就齐哲这个蠢货会信。宝宝这么大方，便宜他了，都是小钱罢了。看着眼前互捧互吹的两人，我感觉耳朵和眼睛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折磨，让人一刻都待不下去。我朝他们挥了挥手：那就谢谢了，晚上不见不散啊。等走出了他们的视线范围，我拨通了公司财务的电话：喂，把我爸的银行卡停了。财务再三跟我确认了之后，又问我：那需要通知李先生吗？不要通知，他要是问起就说是我的意思。挂掉电话，我的心情说不出的愉悦。萧梦肯定不知道，我们家是我在管钱吧，说不定他连我爸有我这么一个女儿都不知道。毕竟我爸天天装成一个钻石单身王老五，但实际上他只是在公司领工资的上门女婿罢了。停掉了这张用来花销的卡，那么他那少得可怜的工资和存款够萧梦装阔到什么时候呢？今天晚上可太让人期待了。晚上，我毫不客气地把几个室友全都喊上，一起去了明月居。刚到餐厅门口，就看见齐哲和萧梦手牵着手在等我们。萧梦已经重新化了妆容，甚至还换了身衣服。他真的我哭死，太讲究了。齐哲看我还带了人来，脸一下就绿了。你们是不是穷死鬼？请吃个饭来这么多人。我看着萧梦了笑，萧小姐这么有钱，应该不会在意这点饭钱吧？萧梦皱了下眉，但还是故作轻松地劝齐哲：好了，不就一顿饭吗？又不是吃不起，进去吧。萧梦选了餐厅最贵的包厢，服务员来了之后，他把菜单扔给了我们：不用客气，想吃什么随便点。毕竟按照你们的家世，可能这辈子再也没有机会来这消费了。室友本来只是想意思一下，听到他这么说，全都点了最贵的菜。吃饭的时候，我装作一脸没见过世面的样子：萧小姐，你这一身都是名牌呀。室友们也很上道地配合说：真没出息，这叫奢侈品。就是，萧小姐这个包都是 LV 最新款，我在学校里从来没见有人背过。虽然说他们的演技有点浮夸，但萧梦明显很受用，脸上的得意止都止不住。她故作谦虚地笑了笑：哪有了，都是些很平常的东西啦。齐哲还不忘借此嘲讽一下：我们梦梦才不像某些人一脸穷样。我暗自嗤笑，
真有点迫不及待想看到齐哲知道真相的嘴脸。吃饱喝足后，肖梦喊来了服务员结账。我偷偷瞄了一眼账单，这顿饭吃了5位数，这对一个普通学生来说可不是小数字。肖梦的脸色也有些不自然，他掏出了包里的卡，递给了服务员。抱歉，女士，您的卡余额不足。不会吧？肖梦的眼里出现一丝慌乱，是不是弄错了？服务员又重新刷了几次，结果依然是余额不足。他把银行卡递回肖梦，这张卡确实没钱了。女士，您还有别的卡吗？看我们都直勾勾地盯着他，肖梦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可能是我爸忘记给我打生活费了。你们等会啊，我去给我爸打个电话。说完，他就走出了包厢。没一会，我爸的电话就打到了我的手机上，还好我提前就设置了静音，直接按断了电话，并打字问他什么事。我爸几乎是瞬间就回复了我的消息。为什么我的卡不能用了？我问他，这张卡的账目出了点问题，先停用一段时间。那你给我转点钱，我现在急用。我没回他的消息，直接把手机关机。我们几个人在包厢里等了大半个小时后，肖梦才回来，拿着手机付了款。看来我爸不知道从哪弄来了钱，给他转了过来。肖梦走的时候脸色很不好看，跟来的时候趾高气昂的模样判若两人。我看着他的背影，勾起了嘴角。要立富二代人设很简单，可想要维持，那恐怕是有点难。回到宿舍之后，室友韩月忍不住跟我八卦：“你说齐哲的这个小三真的是富二代吗？不太像呀，你猜？”我虽然把齐哲劈腿的事告诉了韩月，但没跟他说肖梦其实是我爸的女友。如果我爸知道他的女友拿着他的钱勾搭小白脸，也不知道会是什么反应。但我并不打算这么早告诉他，不然肖梦对我有了防备就没法玩了。当我开机，果不其然，屏幕上一排的未接来电提示，就连微信也被一条条信息轰炸了。发送最多的时间就是肖梦要结账的时候。我的目光停留在最后一条信息：不孝女，我不把外公留给我的钱送给那个抢了我男友的女人挥霍，就是不孝吗？简直不要太好笑。我懒得理我爸，直接当作没看到。没想到短短几天时间，我死皮赖脸在前任那里蹭饭的大名就传遍了学校。我跟韩月说，以前怎么没发现齐哲这么大嘴巴子呢？韩月友情提示，之前他就这样，只是以前发的朋友圈都屏蔽了我，所以我才不知道。韩月无奈叹气，之前暗示过你，可你偏不听。我想了想，韩月好像确实跟我说过齐哲名声不大好，可惜我那时候被颜值蒙蔽了双眼，觉得名声这东西人云亦云，很难说出本人是好是坏，所以根本没往心里去。现在回想起来，真想抽自己2巴掌。我借来韩月的手机，一条条地刷着齐哲以前的朋友圈，越刷我的三观越是被震得稀碎，全是显摆各种豪车名酒高档场所。我忽然反应过来，为什么他当初莫名其妙地跟我表了白？那段时间一直在国外的舅妈有事回国，顺便来看望我。舅妈给我买了好几身香奈儿和古驰的衣服，亲人的一片心意，我总不好拒绝，所以就把衣服带回学校穿了一段时间。估计那个时候他就认为我是隐形富二代，所以才对我展开了追求。没过几天，齐哲就高调晒出肖梦送的生日礼物，一辆10多万的摩托车，那声势恨不得让全校的人都知道。我有些纳闷，按理说我爸的存款没有这么多。很快我就知道了原因，我公司的总经理发来了信息，
他说我爸前几天就跟他借了一笔钱，到今天不仅没还，还又跟他借了一次，并且数额还不小。我说他怎么有那么多钱转给肖梦？原来都是借的。我迅速给经理回复了信息，让他千万不要再借，并转告公司的其他人，顺便先把钱还给了经理。而齐哲像是怕我看不到他的帅车，特意加回了我的微信，上来就是哐哐几十张自拍，跟他室友描述的简直一毛一样，这很难评。我直接回复了个终止表情。很快又到了周末，我收拾东西，准备回外公的保姆张婶家，毕竟好久都没有吃他做的饭了。我刚走到校园门口，就听到齐哲贱兮兮的声音：“不是吧？某人回家都没有车的。”他按了按喇叭，语气矫揉造作，不像我可以开着豪车回家。这个贱人，我懒得理他，走到路边准备打车，结果他反而追了过来。你要是求求我，说不定我可以送你回家。我冷冷看了他一眼，大哥，你有闲心送我回家，不如去找一下你女朋友。你猜她现在在干啥呢？我敢肯定，肖梦这时候绝对在我爸怀里，因为我们家在隔壁市，肖梦也就只能周末去陪我爸。我已经暗示的这么明显，但愿齐哲能听得懂，这样就有好戏看了。但我显然高估了他的智商，他得意洋洋地说：“梦梦她正陪着家人出国2日游，你这种穷鬼懂什么？”我在心里翻了个白眼，直接坐上了出租车，懒得再跟他多说一句。到了张婶家之后，我给韩月打了个电话，跟他商量一下明天的捐助事宜。外公家一直有资助贫困学生的传统，后来他们移居海外，这项任务就落到了我身上。而韩月就是曾经被资助过的贫困女学生，同时也是学校里唯一知道我家世的人。我觉得韩月的经历相当的励志，不仅上了大学后就开始自力更生，更是在大2这年创办了自己的公司。现在他的公司发展得越来越好，已经赚了不少钱，所以今年他选择跟我一起资助贫困学生。第2天一大早，我就跟韩月一起买了很多物资和学习用品。中午我俩和张婶一起出来吃了个饭，然后我就开着面包车摇摇晃晃地出发了。在路上，韩月问我之前在餐馆有没有看到什么人。我想了下，好像是看到一个有点熟悉的人影一闪而过。开了半天的车，终于到了目的地，一个贫困小县城。我们去了县城里唯一的一所高中，已经有很多学生在等着。看到我们，他们都在开心地欢呼。捐助物品这件事，我一直都是亲力亲为，确保能真的送到那些需要的学生手上。回来的路上，我俩都感慨万千。韩月笑着说：“知识改变命运。”我表示很赞同。回到学校后，室友生气地问我俩有没有看学校论坛。你被人曝光了。我一头雾水地点开论坛，很快就看到了那个关于我的热门帖子。女同学林夏周末在家摆地摊赚钱，在学校却身穿奢侈品。学校论坛是实名制，发帖人是齐哲这个贱人。我点开帖子，里面有好几张照片。第一张是我和韩月在批发市场搬运物品，然后就是我们在餐厅吃饭的照片，最后一张是我去年穿着舅妈送的衣服的照片。帖子是昨天晚上刚发的，今天早上就成了热门。一堆人在帖子里批判我的行为，什么拜金虚荣，什么打肿脸充胖子，什么穷酸等等难听的字眼霸占了整个评论区。想到那天中午一闪而过的身影，应该就是肖梦梅跑了。这对狗男女居然这么能编。我说怎么回宿舍的路上有几个女生对着我们窃窃私语，
打听到齐哲在篮球场之后，我和韩月直接杀了过去。见到我们过来，周围看热闹的同学围了一大圈。齐哲怀里搂着萧梦，目光上下打量了一下我，一副鄙夷的样子，笑着说：“看不出来呀，林夏，你这细胳膊细腿的，为了赚钱装有钱人，能搬这么多东西。”说完，他又扭头对着周围的同学说：“你们不是老问我为啥忽然跟他分手吗？这种爱慕虚荣的女人怎么配做我的女朋友？”周围的人全都小声的议论。齐哲和萧梦的脸上露出得意的笑，一副等着看好戏的神色。看着他们期待的目光，我满意的笑了笑：“很好，等的就是这时候打你们的脸。”我拿出提前准备好的大喇叭，调到最大音量：“你们两个狗男女，睁大狗眼看清楚！我根本不是摆地摊，而是去给贫困学生捐助物品。”齐哲不屑地撇撇嘴：“都这个时候了，还在找这么拙劣的借口，全身上下嘴最硬。我看是你到这时候了，还死不悔改。”我用同样鄙夷的目光上下打量了一下齐哲。论坛帖子已经更新，你可以去看。来之前我就发了个新帖子，把我和韩月给学生分发物资，校长在旁边给我们拍的照片都发了出去。这下子不用我再多说什么，舆论直接反转。果然，那些看完帖子的人纷纷皱眉看向齐哲。之前议论我和韩月的人，又转头责骂齐哲，这么下作的事都干得出来，还是不是个男人？齐哲和萧梦也看完了帖子，他们苍白着脸，狼狈地挤开人群，逃出了篮球场。我看着他们的背影，觉得更好笑了。他们不会以为只要离开这里就没事了吧？既然选择在学校论坛里编造谣言污蔑我，想让舆论网暴我，那么现在风向转过来了，自然也要尝尝自食恶果的滋味。接下来的几天，齐哲的各种底细都被扒了个底朝天。家境贫寒却喜欢摆拍炫富，交过的女朋友全都是富二代，特长是吃软饭。我想他之前大概是觉得在我这里看走眼了，所以才对我那么大的怨气。论坛上还把齐哲劈腿的事扒了出来。现在的帖子，一半人在骂他，一半人在心疼我遇到这么个渣男。齐哲成了学校里的名人，每天走在路上都被人指指点点。听他的室友说，即便他每天请假闭门不出，也有隔壁寝室的同学趁他拿外卖的功夫，趁机上来阴阳他两句。不得不承认，还是萧梦段位高。明明是他拍的照片，却哄着齐哲这个蠢货发了帖，不然现在被扒的人就是他了。等了好几天，齐哲才在论坛上发了道歉声明。经过这件事，齐哲成了有名的软饭男。只是我那许久没有联系的老爸忽然给我打了电话：“林夏，你到底要闹到什么时候？”我懒得跟他绕弯，直接开口问他：“什么事？”我爸的声音难得有点沉重：“女朋友怀孕了，她要打胎，你把卡给我恢复了。”萧梦怀孕了，我乐了，提醒我爸：“你女朋友怀的是你的孩子吗？”我还没来得及把萧梦出轨了的事说出口，我爸就直接挂断了电话，并且拉黑了我所有联系方式。我有点无奈，怎么就不听我把话讲完呢？隔几天，韩月神秘兮兮地告诉我，齐哲就要跟萧梦订婚了，地点就选在学校附近的酒店。我一脸问号，他前脚跟我爸说自己怀孕，后脚就要跟齐哲订婚。后来跟齐哲的室友问了一下，才知道原来是齐哲妈怕萧梦这个快到手的富二代儿媳妇跑了，所以就让齐哲赶紧提出订婚，等一毕业就直接结婚。然后齐哲就真听了他妈的话，用分手逼着萧梦同意了订婚。我有点搞不懂萧梦
他一方面在我爸那里清醒，索取着我爸的钱，一方面又在齐哲这里当个恋爱脑，任他拿捏。不知道是怀了什么心思，他们的订婚宴居然还邀请了我。看热闹的机会我当然不会拒绝，准时到了酒店。他们还邀请了不少同学，整个宴会厅坐满了人，看得出萧梦这次是下了血本。现场布置得非常奢华，宴厅最中央，萧梦穿着华丽的礼服，挽着齐哲的手臂，容光焕发地跟每个人打招呼。看到我之后，他面带不屑地撇了个嘴，继续招呼别人。反倒是齐哲的妈妈凑到了我跟前，我扭过头，就看见她穿着一身并不适合她的大牌礼服，脖子上更是戴着挺粗一根金项链，显得不伦不类。林夏呀，听说你之前跟我们家齐哲闹了点矛盾啊，齐母阴阳怪气，你也别怪我们齐哲跟你分手。人是要往高处走的，总不能被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拖住了脚跟。我嗤笑，哟，订婚这么大的事情，萧梦的爸妈怎么没来呀？你们家齐哲吃软饭都没上桌呀？紧接着，我假装恍然大悟，也是，齐哲这种上不得台面的人，还没见过萧梦的爸妈吧？他冷哼一声，人家父母可是大老板，在国外谈生意呢。我看你这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吧？小姑娘家家的，嘴这么毒，怪不得没人肯要你。说完，齐母脸色铁青的扭身离开了。我拿出手机，对着手牵手的齐哲和萧梦就是一顿拍，等一个合适的时机发给我爸。没过2天，我一个不怎么买大牌的室友背着一个爱马仕的包回了宿舍。我刚想问他怎么换口味了，就发现他的包好像有点熟悉。我走近一看，包的装饰物上有一个小红点，跟我的一个爱马仕包上的位置一模一样，是我之前用的时候不小心用笔戳的。我赶紧问他这个包是从哪里买的，他一脸疑惑地回答说，在闲鱼上一个同学那里买的。怎么了？是假货吗？我让他把链接转发给我。打开这个同校卖家的个人主页之后，我发现他卖的几个包都是我有的，并且还能从图片上看到熟悉的痕迹。我立马拨通了家里别墅保姆的电话。喂，大小姐，有什么事吗？去看看我的房门是不是好的，东西少了没？我去看看。家里最近没来过什么外人，就您父亲昨天回来了一趟。电话那边传来保姆上楼的声音，几秒之后，保姆声音紧张地说，不好了，大小姐，家里进贼了，您的包柜少了好几个包，还有您床头抽屉里的车钥匙也不见了。我心里一沉，那辆车可是我最珍视的车，虽然在我的几辆车里不是最贵的，但它是外公送给我的成人礼物，意义重大。大小姐，要报警吗？我深深吸了一口气，先不用，我自有办法。然后挂断了电话。没想到我爸能为萧梦做到这种程度，居然还偷我的包拿去给他卖，甚至还拿走了我的车钥匙。车在我的名下，想卖不是那么容易。那么现在恐怕就在萧梦的手里。这一次，我决定要玩个大的。周末放假的时候，我果然在校门口看到了齐哲，他坐在我的那辆跑车里，被一堆人围着问东问西。看到我出来，他拼命跟我挥手，林夏，好久不见啊！我主动走到了车前，旁边的人还在恭维着他，哲哥，你这车好帅，能让我坐一下吗？哲哥，这车衬得你更帅了。齐哲做作地说，看心情吧。他转过头，得意洋洋地问我，林夏，你这种穷逼没坐过这么好的车吧？偷拿别人的车装富，还对正主炫耀起来了。我冷冷一笑，问他，你信不信我能让你半小时之内从这辆车上下来？齐哲勾起嘴角，很是不屑，吓唬小孩呢。
我就在这等着，看你怎么让我下来。很好，我就喜欢他这样有骨气的。我拿起手机，拨打了报警电话。喂，我的车被偷了。齐哲一听，顿时乐开了花。你就靠这招吓人吗？当我是3岁小孩是吧？周围的人也跟着一起嘲笑我，但是很快他们就笑不出来了。警察到了现场后，我直接对警察出示了证件。我家在隔壁市，我的车不知道为什么出现在这里。眼看警察要将他带走调查，齐哲慌了，他连忙讪笑地对警察说：“警察叔叔，是不是搞错了？他这么穷，这车怎么会是他的？”他的那些狗腿子也替他解释：“对呀，对呀，他女朋友可有钱了，这车是他女朋友借给他的。”警察的脸色明显的不耐烦，说：“他行驶证上写得清清楚楚，错不了，跟我们走吧。”然后我们就在学校门口一堆吃瓜群众的目光中被带回了警局。肖梦作为借给他车的人，自然也一起被传唤了过来。齐哲看到肖梦，很不满地问道：“你不是说这车是你的吗？为什么警察说是林夏的，还说我偷车？”肖梦这时候依旧嘴硬：“不可能，怎么可能是他的？他妈妈穿得那么垃圾，怎么买得起这车？”我友情提示：“那是我们家保姆。”肖梦后来被叫去单独审问，不知道警察跟他说了什么。他出来时脸色非常不好，齐哲还在焦急地问他到底怎么样了，他却咬紧嘴唇，一个字都没有说。齐哲彻底急了，大声质问他：“你就说这车到底是不是你的？”肖梦低下头，轻不可闻地说了2个字：“不是。”齐哲听到后，目光疑惑地转向我，可能是心里在想我为什么买得起那车。其实我有点不明白，齐哲为什么会下意识就觉得我很穷。我明明吃用都是品质很好的大牌，身上穿的衣服也都是很有设计感的小众品牌，价钱也不便宜，只不过不是奢侈品而已。归根结底，只能怪他拜金且不识货。等待的这段时间，齐哲好几次都想跟我搭话，我理都没理。他无奈只能又去问肖梦，车到底是哪来的？但肖梦这次却一直没说话。不过很快他就能知道真相，因为我爸来了。我爸一到大厅，就陪着笑跟值班的警官说：“哎呀，误会，都是误会。”他指了指我：“这是我亲闺女，我把她的车借给女朋友开一下而已，本来打算过2天就还回去了。”哪能说是偷啊？肖梦一脸震惊地看向我，她估计也想不到我的爸爸竟然会是她男朋友。一时之间，她脸上一片愤恨。警察查了一下我爸的身份证，确定了我俩的父女关系之后，对我爸说：“就算是亲父女，也不能不说一声就随便拿走女儿的物品呀！你这样情节严重的话，是可以定罪的。还好他现在没什么损失。”说完，他又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肖梦，对我说：“既然是个误会，就让他们直接把车还你吧。但我被偷的可不只是车。”我立刻对着警察说：“我还有几个包。”我爸立刻打断了我的话，在我的耳边小声说：“包的钱我赔你，别说了。”姑奶奶，我冷言：“那不行，你的每一分钱都是我给你的，你赔我，用的还不是我的钱。”我爸脸色铁青，当即大骂不孝女。我不为所动。最后在警察的劝说下，肖梦当场打了欠条给我。这事当然没完，我爸可不能白来一趟。出了派出所大门后，我笑盈盈地指着肖梦和齐哲，问我爸：“你知道他俩是什么关系吗？”看着我爸一头雾水的样子，我拿出手机，翻出订婚宴上拍的照片，放在了我爸面前。他们俩私下里都订婚了，你头上现在可是一整片青青草原啊！我爸看着那张照片，愣了半天，
反应过来后，双目赤红地盯着萧梦。我为你付出那么多，你居然做这种事，把我的钱都还我！萧梦真的很有演技，她瞬间泪眼婆娑地睁眼说瞎话。我心里只爱你一个呀，都是你女儿。她故意让她男朋友来勾引我，就是怕我成为她的后妈。笑了，我有什么怕她的？我爸的钱等于没有，我爸的父爱我也不稀罕。她是不是我后妈，我完全无所谓。但这么假的解释，我爸居然听进去了。他怒气冲冲地想去揍齐哲，结果被萧梦拦住了。这里是派出所门口，别冲动。我爸意识到了这点，继而转过头，把怒气撒到我头上。想不到你年纪不大，心思却这么恶毒。他一脸怒意地向我走来，给你萧阿姨道歉。我直接笑出了声，有没有搞错呀，爸？他跟我差不多大呀，让我叫他阿姨。我让你道歉。我爸的声音又提高了几分，像是要在萧梦面前展现他作为父亲的威严。我无所谓的摊手，不好意思，没这个义务。说完我转身就走，他却还在后面喊着，不道歉就断绝父女关系，求之不得。我真不知道他哪来的底气，跟他断绝关系，我会有一点损失吗？当初是外公觉得我妈离世的早，他们又迟早要定居海外，最好能有个人照顾我，所以才把我爸留到了现在，让他啥也不会，还能有个挂名副总的机会，白白领工资。可是这几年，他除了朝我要钱，养各式各样的年轻女人之外，一点都没关心过我的死活。说起来挺好笑的，我没能让他通过这件事认清萧梦，反而让我在这件事上认清了他。很好，以后他就不再是我爸，而是陌路人李成。我拿起手机打给别墅的管家，让他把我爸的东西全都扔到大门外，以后没有我的允许，不准他进入别墅。又打了个电话给公司，让他们解聘我爸。没了这些，也不知道他剩下的那点钱够他们挥霍多久。既然他铁了心的只想要女人，那就别怪我心狠了。回到学校之后，我们几个进警局的事已经成了学校的新闻，萧梦给我爸当女友的事也被扒了出来，好多人看热闹。这件事他们称之为双向被绿。萧梦请了长假，而齐哲则脸皮出了奇的厚，他照常来到了学校，并且还找到了我。夏，对不起，之前都是我误会了你。他一脸无辜地看着我，眼眶微红，跟演电视剧似的，和他之前那副油腻得意的模样判若两人。真的，要不是萧梦，我还不知道一个人竟然会有如此极端的两面性。我翻了个白眼，别演了行不行？看着烦，好狗不挡道。说完我就推开他，没想到他像发了疯一样跪在我面前，扯住我的裤腿，痛哭流涕地说：求求你了，夏，不要离开我，我知道错了，我都是被那个女人骗了。他真正觉得自己错的地方，应该是被一个没钱的女人骗得错失了真正的有钱人吧。看着他那副样子，我只觉得恶心。我一脚踢开了他，学着他当初对我的模样，你能不能别在这么多人面前丢人现眼？我们争吵的声音太大，引得很多人驻足观看，然后就有人认出了我们。有几个女生怕他伤害我，担心地把我拉到身后。你没事吧？我摇了摇头，朝他们笑了笑。更多的人则是怒骂着还跪在地上的齐哲，他们言辞犀利，句句戳中要害。一向得意自负的齐哲脸色变得越来越扭曲和苍白。我摇了摇头，转身离开了这里。如果一个男人老想靠着吃软饭走上富裕的道路，那么他的结局注定是失败。1个月之后，我爸大概是日子过不下去了，主动给我打了电话。作为一个没有关系的陌生人，我直接拒绝，并且拉黑了他的号码。
但又有新的陌生号码接二连三地打进来。在拉黑了4、5个号码后，我无奈地接通了电话，说：“爸，什么事？宝贝女儿，爸爸错了，求求你原谅爸爸好不好？”这语气简直跟齐哲一模一样。我冷漠地说：“我不接受道歉。”说完了吗？我挂了。别！我爸的声音听起来有点慌。我不是跟你要钱的，我已经认清了肖梦，现在跟他一刀两断了。我是真的知错了，那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我现在已经不在乎了。我有点不耐烦了。还有事没？有，你能不能见爸爸一面？我想跟你当面道歉。我彻底失去了耐心。你听不懂人话是吧？我说不接受，也不需要你的道歉。我刚准备挂电话，就听见我爸说：“你要是不答应的话，我就跑去张婶家。”我皱起眉头，居然拿张婶来威胁我。张婶那么大年纪，万一再被我爸吓出个好歹来。最终我答应了他的请求，前提是仅见一面。等到了约定的地方，我爸递给我一杯奶茶。渴了吧？拿着。我看着手里插好吸管的奶茶，眼神复杂地看了他一眼。我爸带着我就往公园走，这里风景挺好，就是人特别少，并且开始跟我絮絮叨叨地讲我小时候的事情。没多久，我就昏倒在一边的草坪上，当然是装的。我爸过来推了推我，见我是真的晕了，就拨通了一个电话：“喂，梦，现在林夏已经晕倒了，应该怎么做？在哪里晕的？”是肖梦的声音。在公园的湖边。那就简单了，你直接把他扔进水里，这样别人就会以为他是意外溺水。我爸的声音有些颤抖：“真的要这样做吗？好歹是一条人命。”电话那边，肖梦的声音有点不耐烦：“他不死，我们就要穷死。只要他死了，林家的一切就是你的了。你想想，我们肚子里的孩子。”我爸听到“孩子”2个字，像是下定了决心。他放下电话，双手托着我的身子往河里走去。我睁开眼睛，挣脱了我爸的手，站了起来。我爸看到我没事，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我目光冰冷地看向他，想不到啊，李成，你杀人的心都有。我爸眼中闪过一抹狠毒，从口袋里掏出一把折叠刀，朝我刺过来。原来为了杀我，他们还准备了不止一个方案。我直接一脚踢飞了我爸手里的匕首，将他按倒在了地上。他但凡关心过我一点，就该知道我大一就练了散打，可惜他不知道。最终，一辆警车带走了我们。派出所里，他一口咬定我是诬陷，可是我有证据呀！手机里的录音清清楚楚地播放着他和肖梦的对话。最终，他颓废地坐在了地上，又跑过来抱着我的腿，痛哭着求我原谅。我掰开他的手，只留给他一个背影：原谅，这辈子都不会原谅。几个月后，他们2个依次被判了刑，最终锒铛入狱。齐哲也因为精神崩溃被迫退学。谁能想到，几个月前，他们一个是风光无限的副总裁，一个是风华正茂的女学生，一个是以后有无限可能的男学生。因为一念之差，他们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如果他们没有奢望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也许结局会不一样。可惜这世上并没有如果，他们只能一辈子待在泥潭里。作恶者终将作茧自缚。感谢大家的观看。本期影片大家觉得是第1个故事精彩，还是第2个故事精彩呢？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